玛丽正在和麦克做最后的道别，结果下一秒麦克却注意到了外面的武装分子。枪声停止之后，麦克示意苏珊赶紧去开车接应，自己则准备带着玛丽从密道逃离。但他刚跳到密道下面，玛丽就从上面封死了密道，因为他不想拖累麦克。尽管麦克大声的呼喊，而此时的杀手组织已经冲进了房间。为了给两人逃跑争取时间，玛丽故意发出声音，将这群人引了过去。罗伊德通过监控看到了一切，但这也成了他与手下最后的道别。Whatever they are paying you, it is not enough. Oh shit！ 逃出来的麦克刚想回去解救玛丽，但下一秒剧烈的爆炸发生，麦克也被气浪狠狠地掀翻在地。眼看自己的小队全军覆没，罗伊德立马派出了更多的队伍，打算在柏林大街展开枪战。同时，麦克也被赶来的警察用数把武器指着，无奈的他只能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。但就在警察放松警惕之时，麦克迅速出手，将离自己最近的2名警察打倒，随后冒着枪林弹雨跳下大桥。但还没跑出多远，他就被一辆赶来的警车盯上，在冲过一条大街时，更是被一辆经过的汽车狠狠地撞翻在地，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很快就被赶来的警察控制，然后锁到了旁边的石凳上。同时，罗伊德派出的第2支杀手小队也赶到了现场，并授权手下可以进行无差别射击。而麦克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赶来的杀手，于是他提醒警察疏散周围的平民，但警察根本不理他，索性他便抢过武器朝天开枪。听到动静的人群慌乱疏散，同时杀手们也开始了进攻，密集的子弹不停地射向人群。麦克则快速跳到了石凳后面躲避，由于杀手有护盾作为防御，所以警察根本奈何不了对方，机枪也将赶来支援的警察压制得毫无脾气。眼看即将得手之时，大批的特警却朝着广场快速接近，于是罗伊德果断派出第3支杀手小组前去支援。很快赶来的特警就和杀手们战斗在一起，第3杀手小组也加入其中，警方的压力瞬间呈几何倍数递增，于是直接动用了重机枪开始火力压制，双方进入了焦灼状态。麦克借机用脚将掉落的手枪勾了过去，一名杀手准备偷袭，直接被麦克开枪干掉。麦克准备打断手铐时，却发现枪里没了子弹。此时双方的战斗依旧激烈，罗伊德直接命令手下干掉特警的突击车。麦克将一名牺牲的警察拖到自己身边，从对方身上摸过一颗手雷，扯掉引信扔了出去，击退了靠近的杀手。刚刚从警察身上摸过弹夹，就看到一名杀手开车冲了出来。麦克迅速起身开始输出，危机时刻他打断手铐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了汽车的攻击。但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麦克却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杀手却注意到了缓缓靠近的列车，于是他果断走上前去查看情况，但下一秒其余杀手见状纷纷冲了过来，麦克干掉一名杀手，抢过盾牌，和其他赶来的杀手混战在一起。同时，罗伊德将最后一支杀手小队也派了出去。在将眼前最后一名杀手干掉的同时，第4小组的机枪手也对麦克展开了攻击。麦克只能一边奔跑，一边用盾牌死死护住身体。危机时刻，苏珊驾驶着一辆红色的跑车赶来支援，她狠狠撞上了越野车的屁股，直接让对方失去控制。随后赶到窗口，让麦克抓紧时间跳下来。但就在这时，另一辆车上的杀手通过惯性跳上了列车，再次和麦克厮杀到一起。反应过来的越野车也对着苏珊的跑车展开了猛烈攻击，刚刚将这名杀手扔出窗外，车厢对面中的杀手又开始了攻击，麦克只能快速躲了起来，然后从地上捡起一把手枪，同时看到了外面的苏珊，于是他朝苏珊比划了2下，苏珊立马开始加速，麦克找准机会干掉了越野车司机，瞬间杀手的整个车子失去了控制，撞上旁边的小轿车，立马就成了一堆废铁。短暂脱险的麦克刚打算跳上苏珊的车，就注意到了前方的车在流弹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疯狂猛攻，赶来支援的警车也不出意外的被对方炸毁。眼见情况危机，麦克赶紧来到了车顶，车内的杀手对着天花板就开始了输出，同时掌握炮艇的杀手直接炸了车头，麦克重重摔倒。反应过来的他借助商场幕墙的反光，将车内的杀手干掉。苏珊则撞向炮艇，让其彻底没了攻击能力，但也让列车彻底失控，撞向了旁边的建筑。
随后脱险的两人驾驶跑车迅速离开，一下子损失掉了所有的杀手小队，这让罗伊德有些愤怒，但他并没有泄气，因为自己真正的杀手锏已经赶到。他命令这个叫独狼的杀手必须得干掉麦克，拿回驱动器。此时的麦克和苏珊则来到了医院，两人假扮成夫妻，在和医生搭讪的同时，麦克偷偷拿走了医生的身份卡，轻而易举的就混入了医院，然后用医院的系统输入克莱尔的起搏器编号，定位显示克莱尔在克罗地亚。就在两人准备前往克罗地亚之时，赶来的独狼却一刀刺入了麦克的手掌。苏珊见状上前帮忙，三人迅速激战在一起，但苏珊和麦克合体也似乎不是独狼的对手，不仅被对方压着打，麦克脖子上的挂件也被对方扯走。拿到东西的独狼撞破玻璃跳了出去，却刚好被下面的警察挡住了去路。麦克见状也快速来到楼下，独狼抓住警察分神的功夫，迅速展开了攻击。几名警察在面对这样的高手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，被对方轻而易举的全部干翻，随后骑上摩托潇洒离去。苏珊让麦克将枪丢给自己，麦克没有犹豫，拿到武器的苏珊快速追了上去，并且在摩托离开之前出现在了他的必经之路，但下一秒枪里竟然没有子弹，气愤的苏珊对着麦克就是一顿输出。为了给麦克处理伤口，苏珊也就没再追究。而另一边的孤狼已经将驱动器送到了罗伊德的基地。看到驱动器的那一刻，罗伊德整个人长舒了一口气，但殊不知这玩意在他手上根本捂不热，因为此时的苏珊和麦克已经摸了进来。麦克出面充当诱饵，将两名守卫引了过来，苏珊则躲在暗处开枪将两人射杀。If you're gonna take his gun, make sure he's loaded. 随后两人在守卫的车上翻出了2把大杀器，而屋内的罗伊德也正安排手下查看驱动器里的情况。但就在这时，米兰达却注意到东边的守卫竟然不见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屋内的灯也全部熄灭。同时苏珊也对着空中的直升机发动了袭击。看到这一幕的罗伊德立马命令所有人开始警戒。苏珊一边奔跑，一边朝着基地内部发射了火箭弹。刹那间，几个比较突出的火力点就被苏珊全部端掉。同时被扣押的克莱尔和菲茨突然听到了一阵枪声。等到枪声完全停止时，麦克却走了进来，屋内的两人瞬间都松了一口气。而带人赶出来支援的罗伊德也在下一秒受到了苏珊的攻击。打完炮弹的苏珊快速躲了起来，而罗伊德这时才反应过来，苏珊的举动只是想引开自己，于是他赶紧冲向了关押菲茨和克莱尔的楼层，却发现负责看守的守卫此时已经成了一具具尸体，两人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气愤的罗伊德对着手下的尸体就是一顿疯狂发泄，外面的苏珊重新装好弹药，对着他们的指挥中心就是一发，瞬间让这里成为了一片人间炼狱。此时的麦克则带着两人准备撤离，结果在穿越天桥时却遭到了袭击，麦克开始奋力还击，但菲茨却被子弹击中，已经没法离开了。他让麦克留一颗手雷给自己，然后带着克莱尔离开，但麦克却不愿意放弃菲茨，执意要带他走。但菲茨很清楚，带着他们所有人都别想离开。麦克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虽然克莱尔有万般不舍，但最终还是被麦克强行带离。随后两人直接起身跳进了城下的河中。此时的罗伊德也带着手下赶到，发现了倒在墙角的菲茨。Boy, you do that. 另一边的苏珊摸到了刚刚被他炸掉的指挥中心，但却和独狼碰到了一起，两人二话不说就展开了徒手肉搏。但苏珊是个女孩，根本不是独狼的对手，就算当初她和麦克合体，也一样被独狼按在地上摩擦，所以现在的苏珊则只有挨打的份。但就在独狼准备对着苏珊进行致命一击时，他却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还将驱动器交给了苏珊。 Take it. I don't care about the money anymore. These are not honorable people. Take it. 没想到危机时刻，这名杀手竟如此的深明大义，而麦克现在却遇到了麻烦，因为罗伊德的手下已经追了上来。麦克让克莱尔躲在船里，自己则对这群人发动了攻击。看到情况的罗伊德冲了上来，和还没起身的麦克扭打在一起，你来我往之后，罗伊德将麦克压在了身下。就在这时，克莱尔从包中翻出了一把信号枪，对着罗伊德的背后就是一发。麦克也借机开枪打伤了罗伊德，而自己则为了躲避子弹翻进了水中。等他再次现身之时，罗伊德已经控制住了克莱尔。罗伊德提议两人都收手，但此时的苏珊却告诉麦克，自己已经锁定了罗伊德，让他继续引诱罗伊德。但为了防止罗伊德狗急跳墙，麦克最终还是放下了武器，而罗伊德也放掉了克莱尔，因为他打算
算和麦克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，而麦克也让苏珊放弃射击来接克莱尔，因为他要亲手结束这个刽子手。说罢，两人便开始了激烈的战斗，双方都是身经百战的斗士，所以短时间内双方都没法奈何对方。两人一直从地上打进了水池，慢慢的麦克开始占了上风，内心的愤怒让他越战越勇，手上的攻击也越发犀利。就在他打算彻底结束掉罗伊德之时，开枪之人竟然是米兰达特工，因为他早就看不惯罗伊德的所作所为，这次出手也算为这个世界清除掉了一个毒瘤。随后米兰达和麦克达成交易，他来保证克莱尔接下来的一生无忧无虑，而麦克则需要给他证明罗伊德是自杀谢罪的，并不是被自己杀害的。麦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天一亮，麦克被人送去了医院，而苏珊也被中情局逮捕。最终在中情局的高层会议中，所有人将制造了这一切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罗伊德。最终丹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反而亲手毁掉了那个威胁自己的驱动器。随后米兰达特工带着丹尼来到了关押麦克的地下室，可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守卫突然紧张了起来，因为此时整个过道都是尸体，却没看到麦克的身影。同时在监控中吃完饭的克莱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却在一张唱片上看到了麦克的留言。克莱尔按照麦克的指示，将唱片的声音放到了最大，下一秒屋子外便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，还伴有一阵似有似无的惨叫。等到枪声停止之后，麦克出现在了克莱尔的身边。Am I allowed to chew gum in here? 故事的最后，麦克带着克莱尔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去往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继续他们的新生活。此剧结。